猎鹰头跟热床组装后，要先开始将电子零件的区块完成，以便未来安装韧体。嗨，欢迎来到 Slow， 我是 David。Voron 设计的电子零件位在机台的下方，其设计为热空气上升的原理，将机台的下方留给电子零件，以保持较低的温度。同时利用下方 Z 轴马达的空间，以减少整体体积。但对于维修上来说，电子零件安装在下方较为不方便。考量到未来韧体为 Clipper 系统，不需要像 Marlin 一样基本设定必须每次重新烧入，换面次数应该也会比较少。首先准备定轨，此为自动控制上很常见的固定轨。依照设定器生成的长度进行购买，透过 3D 列印卡扣的方式，将电子零件扣在定轨上。这边会用到一个24伏电源供应器，一个5伏电源供应器，一片主控板，一片 Raspberry Pi 与一个固态继电器。这些产品在设定器完成选项后，可以在生成出来的表单中看到建议购买的品项。如果没有一样的，就寻找规格相似的。首先为24伏电源供应器，主要在于供电给主控板，主控板负责给部件控制晶片、加热电阻、温度计、风扇等进行控制与供电。将 Voron 提供的卡扣设计 3D 列印出来后修整，并与电源供应器背面的孔位进行锁固。这边要注意，电源供应器的输入电压有提供2种，将电压拨至一般市电所使用的115伏位置。这边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以110伏输入电压时，最大的电流为4安，而5伏电源供应器则是给 Raspberry Pi 进行供电。考量到电脑需要稳定的电压进行供电，所以有单独供电的配置。将特定的卡扣直接以 M3 螺丝锁上。这边电工没有特别需要选择电压，输入最大电流为 0.7 安。以最大值计算的话，之前热床的 6.8 安、24伏电工的4安，与现在电工 0.7 安加起来，就有 11.5 安的电流量。在考虑组装机台与放置机台位置时，所有线路所能承载的电流量，安全起见绝对不能低于或等于这数值。接着来到主控板部分，一样也是透过转接与卡扣，方便未来安装在定轨上。先将转接板与卡扣用 M2 自攻螺丝对锁紧，然后将主板与转接板以螺丝锁上。原设计应该是透过螺丝攻牙锁上。不过因为没有自攻螺丝，所以改以 M3 丝攻牙后锁上。再来是 Raspberry Pi， 未来的软体部分会由 Pi 执行，并将命令送至主控板。Pi 这边也有转接板与卡扣组成，以 M2 自攻螺丝先将转接板与卡扣锁上后，再将 Pi 与转接板锁上，防止顺序相反时自攻螺丝刮到电路板的情况。最后一个固态继电器，此继电器是透过直流电当作信号来开关交流电的开关。当3与4接点上面显示的3至32伏导通时，就会将上方1与2接点间的24至380伏的电路导通。此设计是透过主控板的小电压低电流来控制热床实际会消耗的高电压大电流的高功率零件。这样的配接方式也会比直接购买24伏的热床加热垫，直接接上主控板的模式升温快很多，毕竟整体功率大很多，也同时防止直接对接可能大电流打坏主控板的优点。固态继电器在通过大电流时本身会发热，所以建议以金属的卡扣固定到定轨上，而非使用一般的 3D 列印卡扣。零件都与卡扣锁上后，
接下来就是将这些零件都摆上定轨，此时就要先模拟未来如何连接与走线，然后决定摆放零件的方向，防止未来整线时一团乱。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次见。